8月17日，俄2位将军死于非命，2架卡5-2被击落。火力军没想到已经被打成稀有物种的卡5-2又遭殃了。有意思的是，乌军这次用的是瑞典的 RBS-70， 这是 RBS-70 自敌乌以来首次带视频的战机。那么 RBS-70 的性能如何？卡5-2在乌俄战场上还有活路吗？俄2位将军死于非命又是怎么回事？乌军在1天内击落了2架卡5-2，一架1600万美元，2架就是3200万美元了。俄军裤衩都要亏没了。一架是上午在巴赫穆特前线击落的，过了几个小时，第2架卡5-2在罗伯基涅附近被 RBS-70 导弹击落。乌军第47旅还特意拍视频留念。早在2023年4月份，瑞典就将 RBS-70 转交给乌军了。火力军估计第47旅拍视频也是抱着给瑞典宣传武器的心思。只是目前还不确定 RBS-70 的型号，版本不同，射程不同。如果瑞典原乌的是 RBS-70 MK2， 那么射程就是7公里；如果是最新版本的 RBS-70 NG， 那么射程就是9公里。当然，射程不重要，不管是哪个版本，射程都已经超过毒刺了。而且其最大的特点是制导方式。现在的便携式地空导弹可以发射后不管的红外制导才是正统。比如毒刺、西北风利用红外导引头锁定战机在飞行过程中产生的红外热辐射信号，只是这种方式的缺点很明显，会受到红外诱饵弹的干扰。而 RBS-70 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激光架数制导方式，而且是世界上第一种使用激光制导方式的导弹。激光就是 RBS-70 的小迷弟，与一般的便携式导弹相比， RBS-70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这点就是老生常谈了。比如指向性强、波束窄、抗干扰能力强，可以忽略热陷阱，精准度更高，并且其减轻了弹载电子设备的重量，大幅度提高射程，攻击低空飞行目标的能力也更强。上个世纪80年代，一般的战机在低空飞行时被激光束照射到，基本上就可以等死了。截止到2000年底， RBS-70 系统的导弹总共发射了1168枚，命中率高达 92.7%。而且激光架数制导的导弹还有一种战术，攻其不备。低空飞行的战机根本躲不掉，也就是说，导弹的激光束先不照到战机的身上，而是照到它的周边，然后引导防空系统的导弹针对战斗机大概的飞行方向进行攻击，最后的时候再移动激光束照到战机的机身上。如此一来，激光照射的时间比较短，战机就算是配备了激光告警装置，也来不及应对。而且瑞典在使用的时候，一般会用长颈鹿对空搜索雷达进行搭配，有时候会有一个雷达车探测周围空域的目标，效果更好。只是使用激光架数制导，也就意味着导弹在引导激光束中飞行时，需要操作员陪伴目标，直至其被摧毁。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对于操作员来说，如果有足够准确的目标信息，就不需要依托于目视，可以提前准备进行伏击。伊朗就是这样干的。2伊战争期间，伊朗就把 RBS-70 放到越野车或者 SUV 上，将其作为机动部署的近程防空导弹系统，专门打伏击。当时伊拉克战机的飞行路线非常固定，伊朗就利用这种机动 RBS-70 专门在它的飞行路线上进行设伏，获得了不少战果。在中东这种沙漠地带都能有战果，也说明了它的抗干扰能力以及环境适应能力还是很不错的。星光导弹用的也是激光架数制导，二者有一个相同的缺点，重。由于需要向目标发射激光束， RBS-70 导弹系统中就必须有一台激光发射器，同时还需要相应的跟踪等配套设备，整套系统相对复杂，体积也相对较大，便携性不够。RBS-70 的发射装置、运输发射箱加上箱内的2枚导弹，总重量超过120公斤。同时代的便携式防空导弹，比如毒刺、西北风，可以单兵携行和发射，又被称为单兵防空导弹。但 RBS-70 却当不起这个称呼，其只能叫做便携式防空导弹或轻型防空导弹。士兵使用 RBS-70 时，要么装在三脚架上由射手坐姿发射，要么干脆装到车辆或者舰艇等机动平台上使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RBS-70 都是装在轮式或履带式底盘上。伊朗陆军选的是路虎越野车，新加坡用的是飞200轮式装甲运输车，巴基斯坦使用 M113A2 履带式装甲运输车。上面的 RBS-70 系统能根据需要在短时间内拆卸下来，重新作为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使用。不过在火力军看来，上述这些优缺点并不算很明显。
瑞典本身对 RBS-70的定位就不是单兵携带，其他国家购买 RBS-70看重的也是激光架数的制导方式，射程够远，抗干扰能力也够强，可以跟其他便携式导弹配合，提供高效近程防空防御。所以其重量较大的缺点对于采购的国家并不是很重要。聊完 RBS-70，咱们再来看看罗伯季涅之战，卡52就是在这被击落的。罗伯季涅前人口只有500人左右，在乌克兰村镇里面不算大，如果不是在前线的话，一抓一大把，谈不上很重要。但问题是，罗伯季涅刚好处于俄军防线的要害之处，村庄本身处于高地，可以俯视北侧的乌军阵地，其距离乌军库班集群的前沿也只有5000米左右，由库班至托克马克的 T0408 公路紧贴村西向南延伸。如果乌军想要对托克马克动手，沿着 T0408 公路南下就是最好的选择。同时，罗伯季涅也可以作为乌军的前沿屯兵点以及转运基地。拿下罗伯季涅之后，维尔博韦以及辛普罗科皮夫卡便唾手可得，之后就可以向南攻击俄军主防御线，也可以向西进攻科帕尼方向，吃掉俄军大片的前沿防御带，在战果图上显得好看些。现在乌军已经要成功了。之前火力军说了，乌军在罗伯季涅的兵力，乌军的47旅、82旅、第65机步旅、第118机步旅等部队正在对罗伯季涅、维尔博韦以及辛普罗科皮夫卡3地发起进攻，目的就是不让周边兵力支援罗伯季涅。但现在又多了一支预备队82空中突击旅，并且与其他士兵组成了3支突击大队，分割俄军部队，让彼此无法支援，同时攻至罗伯季涅中心区域。现在俄军的主力已经退守至罗伯季涅南部地区。至于乌军什么时候能拿下，火力军的回答是很快。可以确定的是，乌俄两军都不会在大平地上构筑工事并常驻兵力。为了减轻炮火杀伤，其在野外的兵力大多都配置在林地和树线内。俄军在罗伯季涅的据点是作为其前沿核心存在的，在罗伯季涅的周边便有俄军的若干班排级据点，分布于林带之中，并以罗伯季涅为纽带形成防御体系。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是以火炮杀伤为主，除了支援一线作战外，炮兵主要任务就是阻碍敌方后继部队的投入。部队的成败基本取决于炮火的支援力度以及本部投入的本钱是否 hold 得住。这点乌军占优势，火力军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乌军火炮的射程与精度碾压俄军，俄军唯一的优势就是炮弹多，火力要比乌军更猛一点。但是这点优势马上就没了。按照乌克兰军事专家的说法，俄军炮弹不足，乌军炮弹供应比之前稳定。这点火力军之前也说过。俄军后勤快被打烂了，也就意味着在某些地带，乌俄两军使用的炮弹数量已经持平。考虑到乌军火炮以及反炮兵系统，乌军炮兵在战线上会占绝对优势。至于卡52还有没有活路，答案是肯定的，别起飞就行。在俄军没有完全取得制空权，乌军防空网愈发完善的情况下，路过的炮弹都要挨上2拳，别说直升机这种大物件了，卡52起飞就要挨揍。除了乌俄战场上的事件，俄罗斯内部的事件也很有意思，比如苏洛维金，最近又有消息爆出来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否认了苏洛维金提前知道兵变的消息，苏洛维金的女儿也强调了苏洛维金没有被逮捕，现在一切正常。公共监督委员会也报告说，苏洛维金不在小黑屋，从结果来看，说的也没错，不在监狱，但是跟监狱的性质一样。按照俄媒和相关军事博客给出的消息，苏洛维金处于软禁状态，无法离开被关押的公寓，但允许接受探视。虽然俄罗斯没有对其进行正式调查，但该问的也都问过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苏洛维金的最终命运将由一个人做出，并且时间越往后，这个人就有可能会冷静下来。说的是谁已经很明显了，苏洛维金的生死取决于普京。有意思的是，俄国家杜马议员以及前俄军中将还对外表示，苏洛维金已经被解除了特别军事行动副总指挥的职务。火力军估计俄罗斯这是要卸磨杀驴了。苏洛维金这个人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蹲过监狱，从陆军系统转任俄空天军司令，在车臣和叙利亚打过仗，还有末日将军的外号。乌俄战场上，苏洛维金也有功劳，组织俄军从赫尔松的战略撤退，并指挥修建了苏洛维金防线，这是导致乌军夏季反攻缓慢的罪魁祸首。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将领被俄罗斯软禁了。从结果来看，苏洛维金的遭遇跟瓦格纳有关，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克里姆林宫这是在对俄高层进行清洗吗？从俄罗斯内部来看，确实是这样。
除了苏洛维金，还有至少13名高阶军官沦为阶下囚，其中一些已经获得释放，还有至少15名被停职或解职。而且在高层将领中，苏洛维金仅仅是被解除职务已经很幸运了，毕竟还留下了一条命。但有的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8月17日，俄军有2位将军死于非命。曾担任俄军东部军区司令的俄国防部副部长根纳季·日德科上将被报已死亡，死因不明。在2022年5月到7月，日德科上将短暂担任过特别军事行动总司令，负责指挥在乌克兰的所有俄罗斯军队。后来此职务由苏罗维金接替。日德科上将毙命的同一天，在俄罗斯的赞良地区，俄高加索地区联邦安全局前局长根纳季·洛佩列夫意外死亡，怀疑是不明物质中毒。搞笑的是，洛佩列夫死亡的时候，正因为受贿罪在监狱里服刑，一个中将在监狱里中毒身死，火力军想想就觉得可笑。除此之外，俄罗斯经济也爆雷了，卢布跌至开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大幅贬值约 25%。8月12日，俄罗斯央行宣布停止国内购买外汇。8月15日，俄罗斯央行宣布加息至 12%。8月16日，普京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俄罗斯财政部的建议，可能会引入一系列措施，阻止卢布继续贬值。当然了，卢布的剧烈波动不是金融危机的开始，而是俄罗斯经济前景僵化的征兆。饱受战争摧残的俄罗斯经济已经是强弩之末。总结下来就一句话：俄罗斯要凉。战场上没亮点，经济上有麻烦，内部还和连续剧一样，一演就是好几年，拿什么打呀？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还能撑多久？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